最近一段时间，由于连续9次请求与华对话遭拒绝，澳大利亚对中国展开了近乎疯狂的报复行为，不仅扬言要出兵台海，配合美国遏华行动，还撕毁与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，甚至还有澳大利亚高官叫嚣要与中国直接开战，还渲染战鼓已经敲响，澳大利亚要做好准备战斗的威胁言论。对此，我国外交部回应称，澳大利亚这种行为是十分危险的，并且还有许多澳大利亚民众认为这些煽动性言论是骇人听闻、极其疯狂的。很显然，这些民众比澳大利亚一些高官要清醒很多，也许这与他们正在承受中国反击带来的巨大冲击有关。那么中国反击究竟有多强呢？最新统计数据或许能够告诉你答案。据观察者网报道称，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澳葡萄酒厂在去年12月至今年3月之间，对中国出口的葡萄酒仅有1200万澳元，而这一数据与上一年同期相比，下降幅度超过了 96%。 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由于对华不友好行为，而导致国内葡萄酒在中国市场份额暴跌，同时这也标志着澳大利亚葡萄酒对华出口持续15年连续增长的势头被终结。并且还有分析人士认为，如果澳大利亚还坚持作死与中国对抗，那么最终澳大利亚葡萄酒将会在中国市场彻底消失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澳媒报道称，目前中国已经有2家天然气企业突然宣布撤销并取消跟澳大利亚的合作，转向与马来西亚国家天然气公司签订合作契约。这一举动引发的后果是，澳大利亚天然气行业也遭受严重打击。澳媒称，截至目前，整个澳大利亚天然气行业已经被削减了250亿美元的资产投资。并且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国今年第一季度钢铁产量迅速增长，仅3月份中国从巴西进口铁矿石总量同比就增长了 27%， 达到了1737万吨。这意味着我国对于铁矿石的需求开始从澳大利亚转移到巴西了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澳大利亚铁矿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也会急剧缩水，这显然是澳大利亚不想看到的局面。因此，澳前外交官黑格在澳媒网站撰文批评澳大利亚当局，称他们宛如活在梦里，仿佛钱是大风吹来的一样。还有一些澳媒直言已经承受不起中国的制裁了。对此，我们想说，澳大利亚某些政客为了一己之私，全然不顾本国各行业的长远发展。如果他们想要一直与中国对抗，我们绝对奉陪到底。但是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澳大利亚真的有这个实力与我们抗衡吗？在5月3日，菲律宾媒体报道称，当天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接种了中国国药新冠疫苗。接种后，他还表示感觉很好，很久以前就期待着打这一针了。早在这之前，他就曾多次公开赞赏中国疫苗，而在菲律宾疫情肆虐的时候，也接收了很多来自中国的新冠疫苗。然而令人气愤的是，在同一天，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钦却在社交媒体上疯狂爆粗辱骂中国。他在社交媒体上破口大骂，这条推特掀起了菲律宾疯狂的民族主义情绪。但也有理智的国际观察人士表示，请问您是菲律宾外交大臣吗？您的工作是通过外交，而不是用这种学校混混的语言来捍卫国家的利益，这让你和你的国家感到尴尬。洛钦为何突然如此无礼？事实上，自上个月开始，菲律宾多位高官就轮番强硬喊话，配合西方炒作牛阿胶事件，引发菲律宾民间对华反感情绪，甚至还引狼入室。美国航母战斗群以此为名，正大光明在南海挑衅，美菲还借此展开了海上联合军演。在前不久，菲律宾海军与海警还在靠近环岩岛西南部海域进行军演，共有2艘军舰和6艘海警船。同时，美军还出动2架 B-52 轰炸机越过演习区域上空，在南海飞行一圈后返回。在美国屡次公开支持下，菲律宾亲美势力也愈发嚣张，洛钦这就露出狐狸尾巴。而在这个节点，是因为菲律宾将进行新一轮总统大选。在过去几年，杜特尔特对华还算友好，表现也较为克制，并没有跟随美国马首是瞻。目前还不确定其能否连任，但可以知道的是，美国肯定会趁机使尽手段扶持对华鹰派上台。美国最惯用的手段就是在舆论造势，煽动民粹。这些在菲律宾的亲美势力联合西方媒体不断造谣中国，歪曲事实，煽风点火，妄图挑起冲突，以坐收渔翁之利。这段时间，菲律宾屡次指责中国渔船和船只入侵其海域违法，抛出各种自相矛盾的说法，并且以2016年的仲裁当成依据。我们早就强调，所谓的仲裁只是废纸一张，无非是菲律宾和西方的自嗨而已。
无论牛阿胶还是黄岩岛都是中国固有领土，有着充分历史和法理依据，该滚的是菲律宾船只才对。即使菲律宾攀上美国四处搞小动作，也改变不了事实。如果菲律宾胆敢轻举妄动，中国必然重拳出击。敢问菲律宾手上有几艘军舰？综合近几周国内互联网上的消息和讨论，中国不计前嫌帮助印度抗议，和印度再次制造谣言，恶意诋毁中国，转移国内矛盾，成了主要的争论焦点。尤其是后者，因为印度军方再一次在边境地区编造舆论事件，重新加剧了中印边境紧张局势，让很多网友十分不满。在5月2日凌晨，我国驻印大使孙卫东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，中国相关公司正在加班加点的为印方生产急需的至少4万台制氧机。这一话题更是引发了广泛的争论，绝大部分都是比较激进的观点，认为当初我国疫情严重的时候，印度媒体冷嘲热讽，印度政府强制掐断对中国的所有医疗物资供应渠道。如今风水轮流转，中国也应当如此。实际上，从爆发疫情的最开始，印度采取了几乎无视的态度，一是放松管控措施，二是不展开大规模救治。说白了，新德里就没打算管这批得了新冠的印度人，一方面是省下了海量的医疗投资，另一方面又巧借疫情之手，将自己的冗余人口清理干净。毕竟印度贫民窟里的感染者是此次的主要人群，而这些人对新德里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治理负担。因为文化差距，对印度的管理者而言，借疫情传播来清理自己这些低种姓人口是毫无心理舆论负担的。然而中国突如其来的帮助反而打了新德里一个措手不及。第一，也是首当其冲的，印度现在清理成本上有一个重大的舆论包袱。以前新德里心安理得，那是因为外界全在围观，死光了人，新德里可以有余地去甩锅给国际社会的冷漠。但现在中国人入场救人，你印度政府再不管，轻则下台，重则社会动荡。第二，印度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救人形象，就不得不接管数以亿计的感染者，这笔资金足够拖累印度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国库空虚。再想加强国防军事，势必影响国内发展。印度哪怕未来想要继续在边境问题上动手，也必然是有心无力。第三，中国这一次是有偿援助的，获得的可是真金白银，既能刺激产业发展，又能刺激产品整个供应链上的制造业发展。而且海量的制氧机，印度如果度过了这一难关，这些东西的价值是会骤然下滑的。氧气的需求量减少，这些产品又堆积，这对印度国内相关制造业会是一次巨大的打击。第四，中国这一次的行动无疑是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。中国今天的不计前嫌，让南亚、东南亚，甚至是非洲、南美等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看到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一直在坚持负责，这在未来的中国与西方的拉锯战中有利而无害。基于以上的几点，可以说中国不计前嫌地向印度提供有偿援助，其实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阳谋。中国在这一次的行动中能得到的远比想象中的要多得多。